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同在。今天我们来分享的话题是最大的恩赐，最惨的结局。那么今天我们所分享的经文在士师记的第16章第4节到第21节。那么有可能还会分享这段经文以外的一部分内容。这段经文在士师记，士师记呢是圣经中比较特殊的一卷书。那么我们还是先了解一下关于士师的背景。士师是以色列人中的主要的一个军事首领这样的一个角色。由于以色列人出埃及，最后进入迦南地之后，那么在约书亚以后，以色列人中就没有出现比较优秀的首领。那么整个12支派就变得有一点各自为政的这个味道。那么整个以色列人的实力下降以后，原来被赶出去的外族，那么与周边接壤的部分，很多外族呢就经常骚扰以色列人，有一些土地还会被外族重新的占领。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兴起了士师这样的一个职分。那么他们主要是带领以色列人抵御外敌，抵御外部的反抗。但是呢，士师并不是整个以色列人12支派整个的首领。我们看到士师的这个角色经常是一部分地区区域性的首领，而不是整个的首领。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的败坏程度是很糟糕的。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理解为，在整个以色列这个群体中，其实敬虔的人已经很少了，很糟糕了。就是说很难在这里边找出一个真正能够做首领的人了。因为摩西在死之前曾经发过预言，大致的意思就是，我活着的时候，你们这些百姓尚且如此，等我死了，你们会败坏的速度会更加快。所以说摩西的预言真的就成真了。那么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位士师，算是整个士师群体里面比较出名的一个。他的故事呢可谓是家喻户晓，基本上读过圣经的朋友都对这个人呢印象特别的深刻。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介绍一部分这个人的故事。那么今天的经文相对来讲是比较多的，那么我们还是从第6章的第4节开始看。不过在开始看之前，我们还要播送一个通知。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越来越多的朋友提出同在这个频道的录制的时候，背景音乐会影响他们的收听效果。那么在最近一段时间，确实有很多人都提出这个问题。那么我呢，也认真的考虑了这个问题，我接受大家的意见。所以从这一期节目开始，同在这个频道的录制，那么我们就取消背景音乐。那么希望大家呢，更多的关注我们分享的内容，而不是整体的录制效果。因为不管是我们的录制设备还是视频的制作水平都是非常一般的。那么我们这个频道所关注的就是内容。希望呢，看这个节目的朋友能够每个人都拿出自己的圣经，我们一边读经一边跟大家分享，这样呢，我觉得效果会更好。好了，那么废话我们不多说，开始今天的分享。士师记第16章第4节。我们今天手上拿的是圣经新译本。那么我觉得很多时候新译本的翻译呢更容易理解。事实上新译本呢更接近于原文的意思。倒不是说和合本不好，因为和合本呢它毕竟100多年了，很多的翻译呢在文法上与现代呢有一点不一样。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会对照，
有些时候我会跟大家分享和合本，有时候呢会跟大家分享新译本。今天呢就来和大家分享的是新译本。后来参松在梭列谷又爱上一个妇人，名叫大利拉。非利士人的首领上到妇人那里去，对他说：请你引诱他，看看他因什么缘故有这样大的力气，我们用什么方法才能胜过他，把他捆绑，好制服他。我们每人给你12公斤的银子。那么我们先看这两段。参孙在梭列谷爱上了一个妇人。首先，梭列谷这个地方就是非利士人所控制的。虽然圣经中并没有说大利拉是哪个地方的人，哪个民族的人，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分析得到，大利拉十有八九还是一个非利士的女人。因为紧接着第5节说，非利士人的领袖到妇人那里去，对他说，那也就是说大利拉与非利士人的领袖他们是认识的，他们是有一定关系的。所以呢，大利拉应该不是以色列人，而是一个外族人，极有可能，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认定她是一个非利士人的女人。那么参孙这个人是一个沉溺于女色的人，只是因为他的力气实在是大得惊人，没有人能够抓住他。非利士人在这个时候呢，就很想搞清楚他的力气到底是哪里来的。那么由于参孙在这个时候又爱上了大利拉，而且非利士人的首领又可以找到大利拉，所以呢，非利士人就请求大利拉怎样找出参孙力气大的原因。那么同时呢，他们还给出了一个优厚的条件，就是每人给他12公斤的银子。那么12公斤的银子，按照今天的市场价格来说，1公斤的白银大约是1000美金，12公斤呢，也就是1万多美金。我们不知道当时非利士人的首领有多少人，一个人给他1万多美金，想必呢也是不小的数字了。但是呢，也有一种测算的方法说，12公斤的银子这样的一个工价，其实在当时来说是一个人10年才能够赚得，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10年才能赚得的收入。所以呢，在当时来讲，这算是一大笔钱。非利士人的首领抛出了橄榄枝，他们想与大利拉合作，找出参孙力气大的原因。那么我们接着往后看，大利拉对参孙说，求你告诉我，你因什么缘故有这样大的力气，要用什么办法才能捆绑你，好把你制服。参孙对他说，如果人用7条未干的轻绳子捆绑我，我就会软弱无力，像平常人一样。于是非利士人的领袖把7条未干的轻绳子带上来给那妇人，他就用那些绳子把参孙捆绑起来。有人埋伏在他的内室等候着。他对参孙说，参孙呐，非利士人上来捉你了。参孙就挣断绳子，像麻线被火烧断一样。这样他力气的由来还是没有人知道。那么这一段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大利拉与非利士人的首领已经是合作的关系了。那么他在这里就要求参孙告诉他的力量如此之大，到底原因是什么？而且呢，希望参孙告诉他用什么办法可以制服他。参孙这个时候很显然他在戏耍大利拉，
他说拿7条未干的青绳子，原文的意思呢就是7条线绳，就是很细的绳子。他说用这样的绳子就可以把它捆绑。那么大力拉也照做了。那么在这里我们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人埋伏在他的内室等候着。对于参孙来说，他是一个军事首领，他本是一个比较警觉的人，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沉迷于女色的参孙，连房子里边藏了敌人他都不知道。所以很显然，参孙在这个时候他已经骄傲到了极点，他觉得自己力气大，没有人能够打过他，所以他对大力拉说出这样的话，他完全是不在意的。而且呢，他却用这样的方式来戏耍大力拉，就像2个人打情骂俏一样。那么很显然，大力拉做了这件事情了以后，参孙很容易就把绳子挣断了。那么挣断的就像麻线被火烧一样脆断，非常的轻松。这样呢，第1次的行动算是失败了。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大力拉对参孙说：“你捉弄我，向我说谎，现在求你告诉我，用什么东西能把你捆绑？”参孙对他说：“如果人用未使用过的新绳子把我紧紧地捆起来，我就软弱无力，像平常人一样。”于是大力拉把新绳子拿了，把参孙捆绑了，对他说：“参孙呐，非利士人上来捉你了，当时有人埋伏在他的室内等候着。”参孙把绳子从手臂上挣断下来，像挣断一根线绳一样。那么这就是参孙跟大力拉的第2次过招。由于大力拉知道了参孙在捉弄他，所以呢，他再次央求参孙说：“那你把这个事情告诉我吧。”参孙又出了一个点子，他说：“拿一条从未使用过的新绳子来捆绑我，就能把我给制服。”这个时候呢，大力拉也照做了。然而呢，同时大力拉的房子里边还是藏着人，参孙还是不知道。那么第2次的行动就又失败了。我们再从13节开始，大力拉对参孙说：“到现在你还是捉弄我，向我撒谎，求你告诉我，人怎样才能捆绑你？”参孙对他说：“如果你把我头上7条发辫与织布机上的尾线编织在一起就可以了。”于是大力拉把他的发辫与织布机上的尾线同织在一起，再用木橛钉紧，对参孙说：“参孙呐，非利士人上来捉你了。”参孙从梦中醒来，竟把织布机上的木橛和尾线都拔了出来。我们看到这第3次其实跟前2次就不一样了。第1次说的是用7条很细的绳子，第2次参孙说的是用一条捆人的新绳子，而第3次参孙已经说到了自己的头发上。那么这个时候危险已经渐渐地临到参孙了。虽然第3次的行动失败了，但是接下来就出现了巨大的问题。为什么说提到头发就问题大了呢？我们接着看第4次行动，也就是从15节开始。大力拉对参孙说：“你既然对我不真心，你怎能说我爱你？你这3次捉弄我，没有告诉我你这么大力气是哪里来的。”大力拉天天用话逼他催他，以致他心烦的要死。参孙
就把他心中的一切告诉了他，对他说：向来没有人用剃刀剃过我的头，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细尔人。如果有人剃去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了，我就软弱无力，像所有人一样。那么在这个时候，参孙终于把自己不该说的说了出来。我们看到头3次都是参孙在戏耍大利拉，但是我们却看到的是不知不觉的危险正在逐渐的临到参孙，而参孙呢，却对此一点警觉都没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得到，当我们逐渐远离神的时候，虽然表面上我们波澜不惊，就是说表面上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大的事情，但是危险已经慢慢的临近你了，魔鬼已经渐渐的要进入你的心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参孙由于在大利拉的如此的催逼之下，终于他心烦的要死，把自己的话都说了。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突然间会想起当年的摩西。当年的摩西，由于百姓跟他要水的时候，摩西也是动了血气。摩西动了血气之后，就没有执行神所吩咐他的。神是对摩西说，你吩咐磐石出水，磐石就可以出水。但那个时候摩西已经是血气上升，完全控制不住自己了，所以摩西用杖击打磐石。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动作，那么最后所带来的结局真的是非常凄惨的。摩西带领以色列人40年，最终神告诉他，你只能停在约旦河边，我不得让你进入那应许的美地。这也是摩西一生的遗憾。那么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参孙去欺哄大利拉，最后呢是有代价的。参孙觉得你用这样的方法戏耍大利拉就 OK 了，但是大利拉还是有手段的。那么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说一下大利拉这个人了。有人说圣经中并没有记载大利拉到底是一个良家妇女还是一个妓女，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参孙这个人之前就比较喜欢跟妓女接近。那么所以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大利拉这个人面对男人的时候真的是很有办法，他很知道一个男人的心，他很知道怎么找到参孙的痛点。所以说参孙跟大利拉过招的时候，参孙是一个手下败将。那么我们知道古代妇女很多的时候都是比较保守的，能够在男人面前如此柔韧有余的，如此能够抓住男人心的，证明大利拉真的是很有手段。所以我们认为大利拉10有8九还是一个妓女，因为她真的是见过的男人太多了，所以她知道男人的脾气。大利拉想打探参孙的秘密，参孙知不知道呢？肯定是知道的。但是参孙又离不开大利拉，这就是大利拉的本事。就是说参孙明明知道这是一个陷阱，但是却奋不顾身地投进了这个陷阱。最后呢，他把他仅有的那么一点秘密讲了出来，这就是参孙是拿细尔人。其实拿细尔人圣经中已经有清楚的交代了，拿细尔人就是归神分别为圣的人，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群体。那么作为拿细尔人，
一定要过圣洁的生活。那么我们在圣经中可以看到，拿细尔人是不能喝酒的，甚至呢不能吃葡萄，葡萄干也不行，不能触碰尸体等等，有很多的禁忌。但是作为参孙来讲，他基本上把所有的禁忌都给犯了一遍。神告诉以色列人不要娶外族的女子，参孙呢就一定要娶外族的女子。神说拿细尔人不能碰尸体，但是参孙呢碰过尸体。神说拿细尔人不能喝酒，但是呢参孙也破了酒戒。然而更可怕的是，参孙做了这么多事情，他的力量并没有离开他。所以呢，对于参孙而言，他觉得好像这些事情也没什么，神并没有离开他，他还是一个力大无穷的人。其实这是很危险的。今天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说，可能自己犯罪了，但是呢好像也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神也没有管教他，所以呢他就对此不以为然。其实我们情愿在我们哪怕是一点点的过错的时候，神就会来责备我们，就会来管教我们，这样呢我们就不至于犯更大的错误。这个时候参孙的问题就是他已经破了那么多的戒，但是呢神仍然是放任这个事情了。那么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呢是神在任凭他到底还要做出什么更可怕的事情。另外一种解释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真的是烂到家了，除了参孙之外也真的没有什么好用的人了，所以呢就一直放任参孙。那么不管是哪种原因，参孙在这个时候估计他唯一记得的禁忌就是他的头发。所以在大利拉的催逼之下，最后参孙只是觉得如果我的头发被剃掉了，那么我的能力就没有了。这是他所能记住的最后的唯一的禁忌。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第18节开始。大利拉见参孙把心中的一切都告诉了他，就派人去请非利士人的领袖来，说这一次你们上来吧，因为他已经把心中的一切都告诉了我。于是非利士人的领袖上到妇人那里，手里带着银子上去。大利拉使参孙睡在自己的膝上，又叫了一个人把参孙头上的7条发辫都剃了。大利拉就克服了他，因他的力气离开了他。大利拉说，参孙哪，非利士人上来捉你了。参孙从梦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一样挣扎出去，必能脱身。但他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了他。非利士人把他捉住，剜去他的眼睛，带他下到迦萨，用铜链捆绑着他，他就在监牢里推磨。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由于参孙把自己的一切的秘密都告诉了大利拉，那么这个时候所面临的结局就是他被制服了。不仅被制服了，还挖去了眼睛，下到监里来推磨。有一种解释说，为什么要挖去他的双眼，就是要把他放在监里推磨。那推磨的话，如果人有眼睛的话，那么他是有方向感的。如果把眼睛都挖去，他就没有方向感了，他就会一直推磨。但不管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吧，我们看到参孙的结局
是非常凄惨的。我们在整本圣经中看到，神对于很多人都有很大的恩赐，但是参孙在如此大的恩典之下，却犯下了累累的罪行，最后的结局是如此的悲惨。所以今天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体会到的是，其实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也许我们已经犯罪了，但是呢，神出于某种原因并没有管教我们，那么危险似乎呢并没有临近我们，但是呢，就如参孙一样，危险正在静悄悄的不知不觉的离你越来越近。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不要做参孙，我们真的是希望哪怕一点点的小问题，神就出来责骂我们，就出来管教我们。但是呢，我们也要谨记参孙这样的事情。有时候当我们特别自大，当我们特别自信，特别骄傲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最危险的时候了。那么关于参孙最后的结局，那么是22节以后的故事。那么我们有机会的话呢，还会跟大家分享后半段的故事。那么后半部分的故事呢，是另外的一段信息，那么也同样的发人深省。希望我们有机会的话呢，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今天呢，我们就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